Hello， 这里小人在友，欢迎来到 Momento 的公开课。那么这个公开课呢，主要想给大家解决关于 CD 里面玻璃折射的问题。因为很多朋友之前问，像类似这种效果是怎么做的，是吧？就非常好看的这个炫彩的光，而且呢，还有之前非常火的这个 Microsoft 广告啊，它也非常好看的这些玻璃折射，像这样子。在玻璃折射的问题呢，其实我也之前也没做过，然后呢，我自己研究了一下，大致研究出来了4种不同的制作方式啊，这里就给大家依次来介绍。好，那么我们公开课呢，分别会介绍以下这4种不同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这种薄玻璃。好，薄玻璃情况呢是里面最简单的啊，基本上用一个材质球就可以解决啊，看到有非常好看的这样子的光影，光透过去产生一些很美的效果。那么第二种呢，我们是用于厚的情况，当你的玻璃比较厚啊，或者比较有层次的情况下。虽然做法跟那个薄玻璃会有点像的，但是会有一点区别。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这一个流光的情况啊，你的物体是一个有褶皱的，它光在上面啊会有一些这样子流动，产生不同的颜色效果。最后一个呢，也是光的流动的效果，但是呢，这个流动的效果呢，它是更加的有层次感，而且更加的好控制。这个做法呢，就是类似那个 Microsoft 那个广告的做法。那废话不多说，我给大家依次来讲解一下。首先，我们从第一个开始。好的，欢迎来到我们老伙计 CD。我这里有个简单的场景，有个地面上了一个有点反射的材质，然后那么还有一个 HDR 呢，用的是一个这样子的 HDR。那么这个工程文件呢，我也会提供给大家，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凡是使用 Octane 4.0 以上的版本都可以学习此教程。当然，你用的 3.07 版本也是可以学的，只是可能得稍许转化一下。好，首先呢，我们先建一个方块，我在方块呢把它放到这里，然后把它压瘪一点。好，然后呢，我们打开 Octane 渲染器，我们渲染一下。首先呢，我们在渲染这种比较透光的东西啊，一定要使用 Path Tracing 或者 PMC， 我们就用 Path Tracing 吧。然后一定要把这个 Specular Depth 稍微调高一点，我这调太高了，你24或者112都可以。好，这一个简单的设置。接着我们就开始做这个玻璃的材质。我们首先呢，在这里新建一个Specular Material 玻璃材质，给它赋予它以后呢，就出现一个玻璃的效果。那么玻璃上这个颜色该是怎么制作的呢？我们可以打开节点编辑器 Node Editor。我们找到这个玻璃材质，那么玻璃上的颜色都是在 Transmission 上赋予的。如果我们直接赋予一个渐变颜色 CD 里面的渐变，赋予到这个 Transmission 上面，你看到它就有这样子的颜色了。所以这个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要赋予的是 CD 的渐变，而不是 Octane 的，因为 Octane 的渐变呢，它是用来处理材质的黑白信息的，而不是这个渐变的一个纹理。好的，当你赋予了CD 的渐变以后呢，那么就可以用 CD 的渐变调颜色。比如说，它这里有一个黑和白的渐变，我可以把这个黑的弄得偏红一点。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非常难看，这是因为这个渐变的投射方式，在 CD 的这个渐变你是无法用 Octane 的投射方式修改它的，因为它自己里面有，它这有个种类。现在的投射方式是 U。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左右的投射方式。你看这 V 的话，就变成上下投射方式，你看它变成这样子了。我们这里呢，可以选择这个 diagonal 是一个斜的，是吧？当然，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或者用这个 linear 线性的都可以。好，那我们就用线性的吧，它是一个这样子的投射方式。好，把它放在这儿。然后呢，我们可以新建一个摄像机，点一下，再点进去摄像机，然后把摄像机的焦距36改高一点，比如说改成300，让我们按住键盘上的 Alt 键，鼠标右键这样子缩回来。把这个焦距改高呢，就是说使你的这个画面变得比较平行，没有那个摄像机的畸变。当你的焦距越大，你画面就越平行了，就没有畸变。把它放这儿。那么这里呢就有我们的这样子透光效果，对吧？这个所以第一个案例是比较简单的，但是第一个案例的重点在于什么呢？重点在于看到旁边这个折射呀，出现了不好看的效果。因为我们的这一个 HDR 它是有黑色的区域的，我们看 HDR 它是有黑色区域的，所以黑色区域呢在天上面，在上面折射到这个里面呢，出现这个黑色结果了，不好看。所以我们这里要把这个黑的地方给解决，所以这里是这个的重点。黑的地方该怎么解决呢？比如说我把这个给 C 掉，然后我们用面模式，我们可以使用环形选择 UL 选择它这一环的面。好，这一环的面选择好了，然后我们再 Ctrl 拖出一份新的，
把这个新的赋予到我们这一环的上面，发现没什么变化，因为都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找到这个新的，我们把新的这个粗糙度把它调高 ，roughness。把它调高的话，就把你的黑色那个地方给渐变过去了，这样的话就很好看。但这个办法有个问题啊，就是说你得新建一个材质，用选集的方式贴到这里，把上面粗糙改高。那能否我在一个材质里面就能完成呢？那是可以的。我们把这个选集这里全删掉，我们就还是拿之前这个材质。我们知道在 Octane 里面有个叫3平面投射，3面投射呢，它就会在你的画面里的上下左右前后分别投射不同的材质。那么我们这里想一下，其实我们只要需要在上下左右分别投射一个有数值的粗糙度就可以了，对吧？所以我们直接在粗糙度这个地方 roughness 上面，我们这里新建一个投射方式 mapping， 找到3平面，然后呢，我们给3平面上一个 flow texture， 就是单纯的数值啊。我们把 flow texture， 首先我们先上到 x 上，先看一下，把这个上到 roughness 上面。我们可以先全部都上一下，全部都上到这个上面。那么这个效果呢，就等同于你直接在 roughness 这里调数值。现在这个效果就等同于你直接在 roughness 这里调数值。但是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它这个正面和反面是不需要 roughness 的，只有边缘需要 roughness。所以我们这里按住 Ctrl 拖出一份把这个改成0。那么我们把这一个投到哪个方向呢？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坐标，发现是 z 方向的，这个是 z 方向的，对吧？我们就把这个0赋予到 z 方向的上面。好，你赋予了以后，只有 z 方向的这里是不受 roughness 效果影响，而边缘是受 roughness 效果影响。那我们把边缘的 roughness 可以稍微看到，可以改小一点。如果你没有的话，就回到原来样的，把它调大一点，把 roughness 给增加点 roughness。那这样的话就消除了刚才我们那个黑色的那个接缝。我们可以取消看一下，是吧？就有接缝。如果你加了这个，上面这个接缝就没有了，变得很光滑。所以我们用3平面的方式呢，就解决了接缝的问题，而且只用一个材质就可以了，不需要用选集了。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细节，比如说我们找到我们的玻璃材质，玻璃材质里面的 Common 通用设置里面有个 Fake Shadows， 你把勾打上以后，光就会更透一些看到它这里变得更透一点。虽然对于这种比较薄的东西不是很大的差别，但你打开以后光会稍微透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这个颜色看到它这边特别的像磨砂，不太像那个透的光，是吧？你可以把这个颜色可以稍微的往这边挪一点都可以进行你看可以进行设置的，看它稍微的。然后呢，你还可以增加一些色散。我们找到我们的玻璃材质，找到玻璃材质里面的 dispersion 呢，就是我们之前看的一些水晶上面有些颜色色散，我可以把这个值调高，你看到就有这种色散的效果了可以再调高一点。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色散效果呢，渲染会比较慢，所以大家谨慎的增加。当然，增加的话会给你一些画面一些的层次感但是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情况，它不是很明显。它一般是物体越厚它效果就越明显。你比如说，我把这个方块把它拉厚一点，你看这里就有这种色散效果了，对吧？所以对于越厚的物体呢，这个效果就越明显。还是改回去。所以这里你在这个情况下，你可加可不加，只是告诉大家有这个效果的存在。你可以给一点都可以。然后呢，大家还可以玩什么呢？我们可以 Ctrl 复制出一份，然后把它挪这来。我们再按住 Ctrl 拖出一份新的材质，把新的材质呢赋予到我们刚才复制出来的这个立方体。我们点击进入这个新的材质，我们可以修改这个新的材质的颜色。我们直接修改它的渐变色，点按渐变，你可以直接修改这个颜色点双击一下可以改颜色，是吧？就变了。当然还有更快的办法改颜色，就是说你展开这个界面，下面有一个 Load Preset， 点一下有特别多的预设，你可以随便点一个，当这个预设有些就不好看，你可以点了以后自己再进行这里修改就好了。所以看情况吧，你觉得好看你就加，不好看你就不加就行了。那我这里可以再多做几个，完成这张图，是吧？按住 Ctrl 再复制出一份新的，
按住 Ctrl 拖出一份新的，赋予到这个新的上面。哎，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新的颜色又可以改一下，比如说改成这个颜色吧，为6色的，挺好看的。好，那最后一步呢，其实就一个简单的调色了。我们找到我们摄像机右击，赋予一个 Octane 的Camera Tag， 我们找它的 Camera Imager 打开。那么首先对于这种东西它的饱和度可以给一点 Saturation， 调点饱和度。然后呢，可以给予一点 Exposure 曝光，让这画面变亮一点。然后呢，在 Post Processing 勾打上可以给一点发光，不要太多了。我可以再把这个伽马往下压一下，看到这样的就颜色特别好看。那么这个案例呢就到这里为止，希望大家能做出自己喜欢的这样子的彩色的玻璃出来。好的，那么这里呢我们来做一个流光的。首先呢，我们得做出那个像布料的效果，那还很简单。我们首先先建个球，把球放这里，然后呢，我们再建个平面，放这里，然后按 R 旋转一下，旋转90度，然后把它拉扁、拉长，再拉长，然后把这个平面的细分搞多一点。然后呢，我们再给它一个布料的材质。我们首先把这个给 C 掉，右击，我们新加一个 Simulation Text， 把它变成布料。然后呢，我们把下面这个球右击，把它变成布料碰撞体 Close Collider。然后呢，我们选择我们的布料，把我们布料的立场、重力改为0，这样的话就不会掉，它就不会掉下来了啊。然后我们把这个时间设长一点，比如说800。那么我们直接增加风就好了，比如说把这个风的强度增加个10，播放一下。它是吹方向相反，我把这个方向改用负。哇，吹得太快，得改成1的这个风力吧。差不太多。然后呢，我们把这一个选择 Export 专家，把它自己互相碰撞勾打上。我们把这个可以稍微挪过来一点，放一下。好，那这样呢，就我们刚才那个布料的效果了啊，是蛮简单的。好，我把球往上挪一点。然后呢，你觉得效果可以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布料的动力学把它缓存掉，然后 Calculate Cache 点一下，把它全部缓存，这样就好了。然后缓存好以后呢，我们把这个布料增加一个细分，选择布料的细分，然后把这个布料丢到下面去。我们增加一个厚度，比如说给它一个4的厚度，好，它有点这种厚度，3或者4都可以。那么我们这个布料的部分呢，就先做到这里。然后呢，我们还是一样的，设定一个摄像机，进入摄像机，把摄像机的焦距呢改成比较大300的焦，那么缩回来，选好一个角度。我们这里的 HDR 天光也是用之前的一模一样的一样的这个天光用的是我们可以去看渲染看一下，点 Octane。渲染的时候发现它太亮了，我会把这个亮度呢就降为了0.2的样子稍微让它别这么亮。然后我把这个渲染设置还是之前一样的，我这就不多说了跟上节课也是 Path Tracing， 然后 Spectral Depth 这里可以稍微要高一点，你改成24也可以，我改的太高了改成64。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上材质，我们首先要把这一个表现的像流光一样，首先新建一个Spectral 材质，玻璃材质，我们把这个玻璃材质赋予到我们的这个布料上然后呢，我们用节点编辑器来做一下材质。首先，一个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说，我有一个5颜6色的颜色，那么我们在 Transmission 里面跟上节课一模一样，右击新建一个 CCD 的渐变 Gradient， 我们把 CCD 的渐变呢拖动到 Transmission 里面，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稍微拉大一点，我们这里就直接使用它默认的一个颜色，把它展开，使用默认的一个这样子的渐变色。那么它就有这样子的流光的效果了。但是我们想要的是这样子的，就它流光的时候呀，它这个颜色是在变化的。现在我们这颜色没有变化，它就一直锁在这里了。我们把这一个界面回来，
它的种类可以改一下，把它改成 3D 的线性种类。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再去动的话，看它就有流光效果了，看见没？所以它这个改成 3D 以后，它就会根据你的这一个物体的形状啊变形，它会颜色也会进行改变，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好，那么既然已经有这个效果以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是做一些细节。首先第一个细节就是说，把摄像机解锁，它这个过渡太硬了啊，过渡很硬，而且这个很难看。我们找到我们这个渐变，我们渐变里面有一个叫 turbulence， 把这个值调高的话，它渐变就会有一些错位。把这个调高试一下，比如说30%，看到出现这种噪点的效果了，非常的好看哦。你噪点放上界面了，我们可以把这个 scale 稍微调高一点，比如说500，它就会很密啊，就有一种磨砂的感觉哦。回来摄像机看一下，这样就会有这种比较自然的渐变，所以这个是重点哦，大家要注意了。我们再播放一下啊，看到非常好的这个流光效果啊，也不会有这个很硬的接缝。因为流光效果呢就非常简单就实现了。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简单的操作。首先第一个操作就是这样子，我们这个玻璃反射的物体啊，它上面的高光其实是白色的，但是我们高光其实想跟我们的流光是一样的颜色，我们直接把这个流光的颜色赋予到我们玻璃的 reflection 这个 channel 上面。reflection 呢其实就是上面的反射的颜色，我们直接拖到这里来。上面反射颜色呢也会是跟我们流光颜色是一样的。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右击新建一个Flow Texture， 就是控制强度的，把 Flow Texture 先改为0，把它加到我们的粗糙度上。像我们这种流光的这种材质啊，你想用这个透明的也是 OK 的，但是为了复刻刚那个参考呢，我们这个粗糙度是很高的，是个这样子的。我们播放看一下，把粗糙度调高了，然后呢，我们再找到我们的这一个材质。把材质的 index 索引这个反射度调高，比如说改成3，那么它会更加的反光一点。然后呢，现在我们一点都看不见这个球，它没有透过去。我们再把它的透明度可以稍微拉低一点。好，这样再播放一下，它上面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效果了。这个透明度也很重要的，看到上面会有那种高光反射的效果了。但是大家要注意，这里有些这种小方块啊，出现小方块是由于你的细分不够，所以我们找到我们的布料的平滑细分标签，把它细分的改多点，比如改成4，上面这个东西就没有了，就是正常的了。好，那么还有一步呢，也可以增加一些细节，比如说找到它的 film layer，film layer 呢其实是它能增加这种像那种车漆材质啊，你看不同的车的方位，这个车漆的颜色会变的那种感觉。把这个 film layer 的这个数值调高，下面这个也可以调高一点，都是增加一点点细节不影响。然后那么找到 common， 把这个 fake shadow 伪阴影给我打上，这样会比较透一点。好，差不多这样设置就设置完了，我们这一个流光效果也就做好了。大家可能会觉得一个问题，看上去有点灰啊，没有那么好看。那这个没关系，我们后期可以调整啊。现在流光效果已经有了，这做好以后，我们找到我们的camera。右击新建一个 Octane 的标签，我们在标签里面打开 Camera Imager， 把饱和度调高就行了就变得很绿了，对吧？然后把亮度、曝光稍微拉亮一点，然后我们可以加后期效果，比如说加点辉光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加了。好，那我们这个流光的彩蛋呢就已经做好了，我们还可以很简单的换颜色，所以它这个彩蛋的材质不复杂，就那几个点要大家注意一下就好。特别是这个渐变的这个接缝调了个 turbulence， 比如说我们颜色可以换一下，这个很方便了，找到 gradient 直接改颜色，变这样子流光了可以做出特别多种的种类，我觉得蛮好玩的。变这样子，还蛮好看的这个颜色，还是用原来的吧。而且你还可以用一下加一个特写在这里，是吧？加个景深，哇，就像那个手机屏保了。那么至于我们这个球材质怎么上的怎么办呢？这个球其实也是一个玻璃，但这个玻璃呢它有好几层的效果。首先呢，我们新建一个玻璃材质，
把这玻璃材质呢赋予到这个球上。当然你想要这个效果也是可以的，我们这里还是复刻我们的那个安妮效果。我们找到节点编辑器，找到这个新建的玻璃。我们首先呢把它的 index 稍微调高一点，要稍微反射一点，然后呢把它的 roughness 稍微给一点。我们看到那个案例啊，它边缘反射了特别多的这个颜色，所以呢我们想把这些颜色直接上到它的反射上面。那这点我们该怎么操作呢？我们可以直接调用这一个材质的节点，把这个材质拖进来，直接调用它的这个颜色，调用到我们的这个反射上面。看到这个反射就有我们的这个颜色了。然后呢，我还想要这个玻璃珠它比较通透。现在我们因为加了 roughness 以后啊，它就不可能再变得很光滑了，所以我们还需要再叠一个材质，使它变得更加的光滑。那么这个叠这个材质，这个该怎么做呢？当然在新版本里面，你直接可以在这个 Basic 里面可以直接增加材质层，一加就完事儿。但是我们为了照顾老版本的用户啊，我这里用 Mix 材质给大家做一下。那么我们这里呢，首先新建一个 Octane 的材质，把这个 Octane 材质呢，我们作为它的高光是吧？新建一个 Glossy， 把这个颜色啊，把它搞得全白。然后呢，我们再新建一个材质 Mix， 那么把这一个材质和我们的高亮的材质混合一下，跟做车漆是一个道理。那我们用什么办法来混合呢？我们如果直接把这个 Mix 材质替换的话，也行，但是上面的高光没有出来。我们这里用一个衰减来混合，右击找到 Generator 里面的 Fall Off， 把衰减赋予到上面去。那么调一下衰减的值，我们再把下面的这个 index 调高，上面这个高光出来，出来了，但是不要太高，差不多。再调一下这个 fall off， 用这个办法呢，就增强上面的高光啊，一个这样的小的操作。那么流光的这个案例就到这里，大家可以调整不同的颜色，制造出自己想要的流光效果。当然，它可以应用于任何的这种情况，不一定是咱们这样子的丝带，你可以应用于这样子丝带、那样子丝带都可以做出你想要的流光。然后你可以输出一个动画，对吧？因为你刚才全部都烘焙了。那么这个案例就到这里喽，我们下一个案例再见。好的，我们来看一个这种通透型的眩光该怎么制作。那么这个制作方式呢，其实就是微软那个广告它上面一些流光的制作方式。这个布料模拟我就不再演示了只是一个平面落到一个球上面的一个布料模拟，把这个球隐藏了是非常基础的。然后光源呢，其实这节课用的光是黑色的所以没有光源。当然你不想用黑色也是 OK 的。我这里也设定了一个摄像机，摄像机它是一个36的一个焦距，也是一个非常常规的设定。然后还有一个 L 型的这个地面非常常规。那么接下来我们直奔主题。我们首先呢，我们要新建一个玻璃材质，把玻璃材质赋予到我们的这个服装上面什么都没有。然后我们点一下设置，一定是还是要 path tracing， 把这个 spectral depth 调高这里我也再提醒一下，因为怕就是朋友没提醒，做着做着发现没有效果那个流光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这个流光其实是一些外面的物件，它的发光反射和折射到咱们的这个上面去了。我们这里新建一个圆圈，新圆圈干嘛呢？我们就放大圆圈，这样子稍微的旋转一下。我们再新建一些乱七八糟的图形，比如说这个方柱子、球，反正新建一些乱七八糟的，然后一个这样子的管道，或者这个甜甜圈，我们使用克隆工具，把这堆乱七八糟的全部丢到克隆下方，然后克隆的改成物体模式，克隆到我们的这个圆圈上。那么你这个物体呢，就会被一圈东西环绕，对吧？把这个圆圈呢稍微放大一点，然后可以搞斜一点。然后我们使用随机效果器，让它们稍微错位一点然后稍微旋转也错位一下当然这个数量有点太多了，减少一点。然后你们这些大小呢，你可以稍微再用随机效果器稍微再调大一点 ，scale
所以这叫切记，你的这个物体不要碰到你的这个模型。接下来就是很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首先呢创建一些颜色就好了。我们新建一个diffuse， 把 diffuse 材质呢，你可以随便丢到一个物体上。我们直接双击这个 diffuse 材质，它的发光 emission， 找到它的材质发光进去。白色发光呢，把这个 surface brightness 勾打上，把这个数值呢改成1吧，或者改成3都行。把这个 diffuse 的勾去掉，那就是单纯的一个发光的颜色啊。那么可以用 texture， 那 texture 呢，我们直接展开，我们直接使用 CD 的渐变，展开渐变，那么可以调颜色，对吧？比如说我用一个绿色的，绿色和橙色。模式呢，你可以改，也可以改成这个 linear 都可以。颜色，然后亮度可以稍微降一下，就是亮度一定要降到可以看得到的这个亮度，不要太爆，太爆就没有效果了。就是一定要看到颜色的这个亮度，然后可以把这个 tolerance 调高一点，跟上节课是一样的，消除这个过渡啊，差不多。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天空的亮度减为0，然后右击找到 Octane Tag， 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圆圈的东西把它隐藏掉，然后找到 Visibility， 然后把 Camera Visibility 勾去掉，这个就没有了。然后你旋转咱们的这一个圆圈啊，只要这个东西经过后面，它就会有光，对吧？但是现在的光不是很明显，我们需要把这个布料的 roughness 调高，再旋转一下，它就有光这样子晕过去的感觉了。然后接下来其实就是直接一个的上就好了啊，我们可以直接这样 Ctrl 拖出一份新的，双击，找到它的 emission 颜色。改一个其他颜色，比如说红的跟蓝的。红蓝呢，这个颜色可以上到其他物体上，可以这样子全部都上满，就这么多种颜色了。然后我们可以尝试调控一下这个亮度啊，把亮度稍微调高一点，看会不会太亮了。下面这个亮度也调高一点。然后我们再调控一下这个 roughness， 不要太高，一点点就好了，让光能稍微晕过去。好，我们这样子呢，旋转一下这个东西，那么就有光这样的流动的效果了。是不是非常简单？用这个比较讨巧的办法。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增加这一个细节呢？我们可以把 roughness 把它改成用分形噪波来控制，上面就会有一点点肮脏的感觉。比如说你把这个 roughness 用 Octane 的分形噪波 noise 来控制它。然后可以把这个伽马稍微调一下，搞细一点。那么你上面就会有分形噪波的感觉就不会是单纯的一个粗糙，上面有些结构。其实我们只要 K 一个旋转动画就好了，这个是蛮简单的。你直接在一个地方，比如说在这里 K 一下这里，再到最后面K 一下。Shift F3 把这个动画呢改成线性那就你光这样的流光的效果了所以这里提醒一下，你的这个布料一定要把它烘焙掉烘焙掉再去 K 这个动画这样就有光流动的。然后我们可以右击在摄像机这里加一个 Octane Tag 打开 Camera Imager， 可以用一个调色是吧，把颜色稍微搞得看一点选你喜欢的滤镜，亮度可以都调一下，饱和度也可以调一点，还可以增加这个辉光那么这个效果呢就这样完成了。它的原理上还是非常简单的，但是要做出好看的效果呢，就要你自己搭配这些颜色了好，那我试试把这个弄得好看一点。首先在暗环境情况下呢，我们不要这么多颜色我们直接可以改一下颜色就好了比如说我们找到 emission， 像这个绿色我们其实可以绿配稍微偏蓝一点就行挪过来一点，这里再绿一点。像这个颜色我们可以也是绿一点，偏蓝一点
现在可以是亮度比较高，把亮度减弱点1.3，就比较细微，就一个东西把它调好看呢，都是经过很多测试，那么亮啊。那么现在只有2种颜色，那么这样的话和谐度就会变得很高。你可以比如说你看一下，哦，是吧？这样也在暗环境下用这种偏蓝绿色的，会比较显得像夜光的感觉，会好看一点啊。当然这个亮度可能有点太亮了，比如说稍微再减弱一点。差不多。那么比如说我们还给一个特写，是吧？特写也是很好看的。我这里就不再演示暗环境了。那么在亮环境下怎么办呢？我们这里把天光颜色亮度加强，比如说1，太亮了，然后把这个辉光给去掉。那么在这种比较亮的情况下，首先把颜色，我们可以弄一些红颜色在这里，比如说这个颜色我还是要那么这个绿色我把它稍微偏蓝一点，然后这个颜色呢偏红一点。好，我们再转一下看一下。然后呢，我建议把这一个物体都变大一点，往后挪一点，旋转一下我们的这一个物体。现在有个问题就这里有些这种黑色的东西，我们找到我们的玻璃，可以把这个 transmission 改成全白，这样的话它就不会有这个黑的了。所以大家要注意，就是说你发现你玻璃有黑的呀，那是因为它这个玻璃它会默认给一点灰的 transmission， 所以你不改成全白就不会有像这种感觉呢，就是像那个微软的感觉了晶莹剔透的。好的，那么这个把它变好看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所以大家呢可以多做一些尝试，做出你想要的这样子的感觉出来。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呢，主要是处理比较厚的物体，当然这个情况呢也能是通用的，你薄的物体也能用，只是做法会复杂一点，效果也会比较好。那么这里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场景，场景呢有很多不同的几何体，我分别上了默认的玻璃材质，这个灯光呢也就是之前用的这个 HDR， 然后还有一个具有一点反射的地面，非常简单的一个设置。当然这个渲染设置呢还是改成 path tracing， 你的这个specular 的深度一定要比较高。好，然后我这还有一个摄像机，是个长焦的300。这个基础设置给大家讲解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直接上颜色，给大家做一下，把这些东西做的比较好看。我们首先呢，找到我们玻璃材质，打开节点编辑器，还是一样的。我们首先得上一个颜色跟第一节课一样的，右击找到 CD 的渐变，好，把渐变连到 transmission 上面。然后呢，我们可以改渐变的方式，因为我给大家准备这么多几何体的原因在于，它不同的渐变方式它适用于不同的物体，所以说，当你的物体的形状不一样的时候，你就要选择正确的这个方式。比如说，是把颜色改成偏红一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方式改成 V 垂直的，这样可能会好看一点。你看到改成垂直以后呢，有几个物体它可能不太适用，像这个物体，你改成垂直它就没效果，对吧？所以你可以找到这个物体，然后呢再找到它的这个材质，可以修改它这个 UV 的方式，可以稍微移一下，移到有颜色出来，是吧？有点颜色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可以增加一些这个 turbulence， 比如说增加到80。然后我们再把这一个放大多一点，比如说1500，它变得很细腻它放大太多的话，效果就有点太猛了，我们可以酌情的修改它。那么这一个简单的设置好以后呢，那我们这里要增加一个新的东西，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这一个边缘它非常的锐利。我这里呢，我想要的边缘稍微有点磨砂，内部呢是很清楚的感觉。那么我就需要在这个 roughness 上面上一个衰减，让它的边缘有一点磨砂。我们可以右击新建一个 generator， 找到衰减 fall off， 我把衰减上到我们的粗糙度上。你看到这里就能看出效果，对吧？现在这个衰减有点太猛了，其实我们只要给一点衰减，所以我把衰减这个数值比如调成13，它可以看到只有边缘一点点衰减了
当然这个数值后面还可以再微调的，我们先调成1:3，这样的话你的边缘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子的过渡，也就是磨砂的过渡，但内部呢也是非常清楚的。这里可以再微调一下这一个数值2000，颜色我再改一下。然后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增加 dispersion， 就是咱们这个色散可以增加一点。因为当你物体很厚啊，增加色散的话，就会有比较好的效果。你看到这里就会有这种色散效果，对不对？好的，这么一个简单的设置就完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了，什么问题呢？看到它这个地方的阴影很黑，我们试着把我们的这个玻璃材质的微阴影打开，找到它的 common， 把这个微阴影打开。它微阴影后，画面变得比较就稍微通透一点，但是还是这里会有点黑的这种阴影，对吧？我们想让它非常通透，那这里我们要做一个比较细致的操作。那细致操作是干什么呢？就是我们再混合一个发光的材质，但这个发光的材质的混合比例非常低，就是让你这个物体啊，即便没有任何光照的情况下，它也会有颜色在到这里。那么我们这里可以右击新建一个octane的材质，我们的材质找到它的发光，使用它的材质发光，然后呢，我们把这一个渐变颜色作为它的材质的发光颜色放在这里，然后呢，再把这个渐变颜色作为它的漫射颜色放在这里，然后我们找到它的发光材质，把它的 surface brightness 勾打上啊，当然不要这么高的发光数值，比如说改成2吧，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再使用一个 mix 材质，右击 mix， 把第一个放到这里，把这个发光材质放到这里。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发光材质替换给所有的这些物体，你可以直接这样子拖出来，全删了。好，替换成发光的，可以看到现在发光的比例和通透的比例都是50%。我们这里呢，要把发光的比例减弱，再减弱，再减弱，减弱只有0.9。所以我觉得这个发光的这个东西还是蛮有意思的，你可以这样子加到这里，稍微会变得更加的通透一点。然后呢，我们可以再点击我们的玻璃，我们可以把玻璃的这一个 index 稍微再调整一下，然后把这个 fall off 改成14吧，14.5，只有一点点。用这个技巧呢，就能提亮你的玻璃物体，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这个玻璃它不是透光的。那么还可以做什么细微的操作呢？那么这里我们直接以安利的方式进行。那这里呢，我只留这2个，其他的我就先都不要，我先把其他的都删掉。然后我把这2个塞到一个克隆里面。在克隆下面以后呢，可以发现，这个克隆的物体啊，它怎么变大了？没有按原来的那个大小来，没关系，我们点克隆，把这个勾给去掉。它是重新设置了我们的坐标，把去掉的话就回到之前的了。那么有了这些物体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缩小一点。然后我们还可以新建一个那个管子，把这管子呢稍微搞长一点，然后呢再把它搞粗一点，可以再新建一个管子，把这个管子呢搞短一点，稍微多点变化。好，那么我再新建一个这个球，把这个球呢也搞小一点，就有大有小的。好的，建出这么多以后，我们把这些东西把它挪过来一点，然后把它们放到空中。然后直接可以右击给它们增加一个动力学 simulate rigid body， 然后给我们地面呢也增加一个动力学的碰撞标签，这样的话就有动力学效果了。我这里可以渲染看一下，我们这样用动力学的方式就能看到很多不同的角度的物体。看到现在我们这个情况它有点太红了，我们可以再微调一下。我们找到我们的材质，找到我们的颜色，我们可以把这个颜色放到中间来。这里呢，我们再建一个白色，可以看到它2端就变比较白，中间就比较红。这可以再稍微微调一下。好，我们再重新模拟一下，把这个可以稍微旋转一下，把它。我们可以使用一个随机效果器，让你们的物体呢稍微旋转一下。我让把这些东西往上挪一下，放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做什么细微的操作呢？我们这里可以让这个总的材质啊，再混合一个通透材质，让我们这个边缘啊，
它比较反光，而内部呢是还是保留我们的这一个渐变。那么这里可以直接右击新建一个 mix 材质，然后我们这里再新建一个普通的材质，把这个普通的材质呢改成玻璃材质 specular。然后呢，我们把这两个混合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新的再替换一下，替换原来所有的。那么替换以后发现，它现在是一个50%的这样子的，处理方式。我们想要的其实是内部是这一个，而边缘呢是这一个。那么我们这里又用衰减了，我们找到 generator 衰减连过来发现反了，连过来以后发现边缘变成这个了，内部呢却是这个，我们可以把这两个稍微反个位置，这样就对了。我们可以简单的再调一下我们的衰减，然后呢，我们这里还可以把之前的这个衰减在它边缘的 roughness 也可以挪过来，迁到我们的这个上面。好，那它的边缘呢也会有点磨砂。然后呢，可以把这个的 dispersion 也打开，让它有点色散。好，再微调一下这个。这样的话，它的整个的边缘它就会比较通透，而内部呢，是我们的颜色。然后呢，我们在动力学这里把 follow position 输一个比较高的值，比如说1，这样的话它就不会炸的到处都是。它们就会连在一起。看到那么这个材质呢，基本上是这样的完成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处理这个灯光的位置和你的物体的位置现在有点过曝，所以我做了很多测试，把这个物体排的比较整齐，才不会有这么大的比较过曝的效果比如说再把这个调整一下，再重新模拟一下，就经过很多次模拟出最好的位置可能这个球可能太大了，删一个，重来，还可以把这个搞多一点，这改小一点，让它们炸得再开一点。让摄像机可以往近处挪一点，可以再重新模拟，反正找到你觉得最好的这个位置吧。动力学就是很多种可能性，不好控制。然后我们可以 Ctrl 加 D 把动力学的这个步幅找到 Expert 可以调高一点，15。简单调整一下灯光，还可以把这个磨砂的值稍微调整一下。好，把这个亮度呢也可以减弱一点。然后呢，差不多这样子设置好以后，我们可以右击新加一个 Octane 的 Camera Tag， 我们可以搞一个景深是吧？我们点一下景深，点击到一个物体上，比如说它上面点一下，然后我们找到 Camera Tag 里面的景深，把景深调高一点，比如说200还太多了，100，然后可以把这个 Aperture Edge 搞高一点，把这个 Roundness 改为0，这样的话就形成6边形的这个高光，加景深以后变得会更加好看，但是就渲染很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都是这种折射什么的，50。我们可以调个颜色，是吧？找到 Camera Imager， 把这个饱和度稍微调高一点，亮度。所以说亮度你可以用曝光 exposure 来调，不一定要去调咱们这一个的亮度，因为这个亮度调高的话，整体就会过曝然后可以把 gamma 稍微压低一点。然后还可以给点发光，是吧？好，差不多一个这样子的
炫彩玻璃就完成了。当然这个颜色你可以直接替换的，比如说你不喜欢这个颜色，你找到这个材质，打开节点编辑器，直接修改这一个颜色，所有的颜色都会跟着一起变偏蓝绿色的，所有就变成这个蓝绿色的玻璃了。当然你可以使用渐变色，比如说这里是绿配红、绿配紫，绿色跟紫色在一起，颜色很好看，所以你可以自己修改颜色，做出更加好看的炫彩玻璃出来。所以这个案例呢，就给大家讲解了，你这玻璃可以混合一个发光材质，让你的玻璃更加的亮一点。然后呢，混合之后可以再混合一个边缘的玻璃，让你的边缘呢像这样子更加的反射。好，那么这个案例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做出自己喜欢的那个炫彩玻璃出来。我们下次公开课再见。